第1章，灰败阴暗的破旧建筑，散发着潮湿发霉气息，时不时流窜而过的蛇鼠，仔细看，却能见到角落里躺着一个小孩，周围安静异常。魏三身上盖着一张破旧脏污的被子，水泥剥落的天花板，钢筋裸露在外，总有随时坍塌的错觉。滴答，一滴混着泥味的污水滴在他脸上，魏三眼睛都没睁一下，裹着被子滚到角落最里面，躲过上面的水滴，继续睡觉。凌晨4点，角落里闹钟突然响起，魏三伸手按下去，咔，闹钟腿断了。他骤然清醒过来，抓了抓乱成鸡窝的头发，拿起闹钟和他的腿看了看，还好，可以修。魏三把被子卷吧卷吧，堆在稍微干净一点的角落里，这才去旁边一堆破铜烂铁中翻出一个大袋子，走出废弃大楼。他要去捡垃圾。1个月前，魏三从一个吃喝不愁的高级工程师变成什么垃圾都吃的7岁孤儿。当时醒过来的时候，一只硕大老鼠就蹲在他脸旁边，想啃他。小孩是高烧离开的，再醒过来就变成了工程师魏三。他脑中有小孩的记忆，这孩子小时候被同样在附近垃圾场生活的哑巴老人捡着养大，前不久老人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原先住的地方被附近的人占了，小孩手无足措，只能找到这么栋废弃快倒塌的楼梯身，每天去垃圾场翻垃圾找吃的，但饥饿和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要了小孩的命。魏三到底是个成年人，花了一晚上接受现实，第2天继续去垃圾场继续翻垃圾吃，不吃就会饿死。这1个月，魏三用收集起来的垃圾废铁做了一辆3轮车，他把破旧大袋子放在后面，一路哐当骑过去。垃圾飞车凌晨2点准时倾倒，4点过去是为了躲避成人。垃圾场附近有上百人，都靠着垃圾而活，成年人先翻一轮，没有爹妈的小孩只能最后找，否则捡到好东西被抢是小事，主要会被打死都有可能，也不能在太阳出来再捡，不然垃圾场味道过于刺鼻，也会出事。等到了垃圾场，果然没什么人了，新来的一车垃圾也被翻得差不多，很难找到什么入口的吃食。魏三冷静下来，深吸一口气，哦，妈的，忘记这是垃圾场了。他拖着大袋子踩进垃圾堆内，小心不让自己陷下去，这里时常有人不小心陷进去，前几天翻垃圾就发现有人陷进去，最后窒息而亡。那种市面上可以回收的金属，多数也被成人先捡完了。魏三蹲在垃圾山上慢慢翻着，看到有意思的东西就往袋子里扔，倒也忘记了饥饿。魏三守着一处翻，找到支穗试管，底部还有滴粉色液体，他拿起来嗅了嗅，眼前一亮，是营养液。他立刻举起来往嘴里倒，倒了半天，那滴营养液才从试管壁滑下来。魏三回味了一会，是草莓味的营养液，那种饿久了昏昏沉沉的感觉顿时消散一些。营养液是个好东西，容易饱腹，可惜只有1滴，要是能翻到半支营养液，他1天都不用饿肚子了。刚这么想，头顶突然有一道强光射下来，魏三抬头看去，是垃圾飞车。奇怪，垃圾飞车一般凌晨2点来，现在已经4点多，怎么还会有垃圾飞车过来？不等魏三多想，又一辆垃圾飞车出现在垃圾场上空，他立刻拖着袋子往下跑。这些垃圾飞车根本不会关注下方有没有人，直接倾倒下来，1年总要砸死些人。等魏三躲在垃圾场边上，这才看清上方盘旋的垃圾飞车，足足有5辆，旁边还有一辆小型飞行器。那辆小型飞行器前方窗口不停闪着白光，那种频率让魏三想起自己世界媒体用的相机。下一秒，5辆垃圾飞车打开底板，无数大箱子落在垃圾场内，小型飞行器的光闪得更频繁了。垃圾飞车倒完这些后，便和小型飞行器一起离开。魏三等了一会，这才快速爬上去，想知道那些箱子是什么东西。或许不用看，他已经闻到了，是营养液的味道。刚才从垃圾飞车上摔下来，底下一层箱子已经被砸破了，营养液的味道开始飘出来，混着垃圾场的臭味，形成有些诡异的香臭味。魏三从口袋摸出一把自己做的手电筒，照在箱子上，伸手扯掉封条，不由倒吸一口气，全是崭新的营养液。连续开几个箱子，里面也都是营养液。这种情况很像是销毁问题食品，不知道这些营养液有什么问题，魏三还是立刻抱着完好的箱子塞进自己大袋子内，足足塞了3大箱，然后拖着袋子去找自己破烂3轮车，把3箱营养液码在车上，再用把车推进树丛中藏好，才又朝垃圾场狂奔。他重复刚才的行为，抱着营养液放在车上，等到第3个来回，已经有其他捡垃圾的人陆续过来抢营养液了。那些人第一时间便掰开管口，将营养液倒进嘴中，真是营养液，好喝，快抢！魏三继续搬营养液，饿得头昏眼花时，便拿了2支到进口中，顿时胃部暖洋洋的，那股被饿得绞痛的感觉慢慢消失。
他没有再多喝，一直搬到三轮车装不下之后，这才推着车出来，准备回去。有点多。魏三咬着牙，骑着三轮车嘎吱嘎吱一路回去，得找个机会把三轮车做成电动的，只不过之前一直没在垃圾场捡到自己要的配件。这个世界的能源和他世界的能源有很大不同，可惜小孩只有和老人日复一日在垃圾场翻垃圾的记忆。回到那栋无人住的破烂建筑，魏三慢慢把营养液搬进去，一共12箱，他整整齐齐码在墙壁边，心中满足了，终于不用再饿肚子。这1个月，他饿得连思考都变得缓慢了很多，每天满脑子都在想吃食。魏三比原生小孩要痛苦得多，小孩从小没见过好东西，他不一样，在原来的世界，美食无数。人一饿，脑子里全是各种食物，越想越饿。当初去捡垃圾吃，他心理建设都做了无数遍。坐在地上歇了一会，魏三决定继续去垃圾场搬营养液。5大车营养液不是个小数目，即便以垃圾场为生的人都在，依然抢不完。因此，今天垃圾场内格外和谐，每个人都忙着搬营养液。魏三来回4趟，这次不顾太阳恶劣，从凌晨到天黑，搬来整整48箱，口袋里还塞满了零散的营养液。晚上还给自己加餐，喝了1支水果味营养液和1支蔬菜味的营养液。这1个月萦绕不去的饥饿感终于消失，他把闹钟腿修好，这才躺下休息。一觉睡到第2天4点，闹钟照旧响起，魏三翻身起来，精神好了不少，继续准备去垃圾场。这回的目的不完全是营养液，而是凌晨2点倾倒的垃圾。一过去，垃圾场还有不少人，但他们注意力全在营养液上面，完全没有人再去翻垃圾。魏三这次只搬了3箱，因为营养液慢慢减少，后面几个成人已经开始划分位置，不让他们去搬，他便放弃了，转而去翻垃圾。他想找些有用的材料做点东西。翻了1个多小时，眼看太阳快出来了，魏三才起身离开，骑着破3轮一路回去。回到住处，魏三蹲在一个木盒子前，手扶过一排营养液，顿时感觉自己富有至极。他现在都能挑营养液口味了。魏三选了支草莓味的营养液，小心翼翼喝了1小口，好喝。虽然他已经有几10箱营养液，但还是要省着点喝，至少要在他找到生存之道前。填饱肚子之后，魏三把袋子里那些东西整理出来，最后看了看自己的全部家当，决定去外面走一趟。以前老人在的时候，可以捡到废品去卖。小孩的记忆中，老人时常会往北走，说是去城内卖金属废品。过去1个月了，又得这么多营养液可以填饱肚子，魏三想要进城看看。他把自己那辆破3轮车重新修整了一遍，还用从垃圾场收集过来的废油润了润链条和轴承，保证明天可以顺利进城。第2天，魏三把自己洗刷干净，便吭哧吭哧骑着破3轮往北走，大概骑了5个小时才看见城市。这么远，难怪老人不带着小孩一起。他歇了口气，从做的布包里拿出1支营养液喝完，恢复力气才继续往前骑。这是魏三来到这个世界第1次见到还算正常的人，除开偶尔天空上飞来飞去的交通工具和路边各种逼真的虚拟广告，这里几乎和他所在世界没什么区别。近日，通选公司一批营养液被查出元素缺失，对人体无益，已处理。魏三听到右前方上方一个虚拟屏上正在播放类似新闻的声音，被主持人所说的话吸引，抬头看去，正好看见屏幕上放的几张照片，正是他这1个月去的垃圾场，几辆垃圾飞车不断倾倒。魏三挑眉，他在一张照片角落看到了自己，小小黑黑的一团，除了1双大眼睛，其他地方瘦得可怜，像个小僵尸。不过他从刚才的信息中了解到一件事，营养液缺失关键营养元素，对人体无益，但也无害。现在最关键的是填饱肚子，至于营养不营养，魏三暂时还没办法奢望。魏三只顾看虚拟屏，却不知周围已经有人频频朝他看。一个7岁小孩骑着一辆奇怪的会动的烂铁上，怎么看怎么奇怪。第2章，魏三一路看广告，看得津津有味，从里面得到不少信息，比如这世界居然还有卖机甲的，这种东西在他的世界还在研发中，没想到现在已经可以拿出来卖了。他本行也是这个方向，不过搞这个得花很多钱，不知道现在的世界怎么样。喂，你这是什么东西？魏三慢慢溜着3轮车看广告，背后突然有个小孩声音响起，他开始以为不是和自己说话，直到一个白净小胖子挡在他车面前，仰着下巴重新问了一遍。小胖子穿得不错，左右还有2个保镖一样的成人护着，看起来地位不低。没等到魏三回复，小胖子自己上前左摸摸右摸摸，小声嘀咕，这是什么新款机甲？魏三抬头看了看天空中的飞行器，又打量大街上走路的行人，这个世界应该已经没有3轮车这种落后的交通工具。小胖子指着魏三背后的车厢问，你这后面干什么的？
装东西也可以载人。魏三耐心解释，这小孩看着比大街上的人有钱，指不定可以捞一笔。魏大工程师当年年纪轻轻就拉到不少项目，离不开他的忽悠能力。小胖子奇怪道，载人？你这背后又没有座椅，上来直接坐就行。我试试。小胖子话才落地，旁边的保镖便把他举了上去。小胖子站上去之后，不知道该坐啊，后面太脏。魏三往后瞥一眼，拍了拍三轮车的横栏，扶好。小胖子试探握住前面的横杠，刚握好，前面的人吭哧吭哧的踩着脚底下的2个方形小板，这奇怪的东西就开始动起来。2个保镖，这奇怪东西的速度委实太慢了。站在三轮车的后车厢上，看着街道缓慢后移，小胖子伸出手戳了戳前面魏三的背，哎，你这个东西挺好玩的，想要？卖给你。魏三道，三轮车而已，只要有材料，他还可以再做。小胖子犹豫了一会，多少星币？他刚从材料室出来，星币所剩无几。你觉得这个值多少？魏三反问。小胖子真诚道，给你500星币怎么样？刚刚魏三一路广告看下来，发现右下角都会标出商品价格，一盒12支的营养液要200星币，小胖子一双鞋是什么大师设计？刚才广告里说了要1万星币，典型有钱人家的孩子。500不卖。魏三停下三轮车，拉手刹，扭头看小胖子，这三轮车你在其他地方见到过？整个城市就我这一辆。魏三还不知道这里的地名。小胖子圆润白净的，魏三觉得只要后面2个保镖不妨碍，他一定能忽悠一笔。你这个造型是奇特，但小胖子撇嘴，材料普通，完全没有加油金，和机甲根本扯不上关系。你东西没什么用，我买回去就是个新奇，500星币都算多了。魏三，这话完全不像是一个7、8岁小孩能说出来的。现在世界的小孩这么不好骗？当然不是机甲，这个三轮车其实是用来辅助长高的。魏三扫了一眼小胖子的腿，一本正经道，如果经常蹬三轮车，你的腿就会变长，长此以往人会变高。小胖子奇怪看向魏三，为什么长高要蹬这个？打一针基因改善剂就可以了。魏三，科技发达真好，这个三轮车是你做的？小胖子问。魏三点头，5000给你，少了不卖。这小胖子一点都不好糊弄，他也不想再浪费时间。小胖子目光落在三轮车的焊接处，他一眼就看出这车是用各种零碎金属拼接出来的，材料很烂，但手艺很好，几乎能称得上艺术。我多给你500星币，5500，我们交个朋友。小胖子话锋一转。魏三瞥向小胖子，这小孩从一开始就在试探。我叫金科，也是预备机甲师。小胖子真诚道。耶，看样子这位小少爷以为他是预备机甲师。尤金、预备机甲师，这些新奇的词在魏三脑中不断萦绕。成交。小胖子从三轮车上灵活跳下来，低头点开自己手腕上的光脑，你账户号我转给你。魏三撩开自己衣袖，手腕上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东西。金科眼神顿时变得微妙，这年头没有光脑的人只有2种，一是亡命之徒，另一种则是穷得连光脑都买不起。他们3212星属于联邦星际中最贫瘠的垃圾星，连个名字都没有的那种，仅仅有个编号。即便如此，在3212星买不起光脑的人也寥寥无几，在这个世界，没有光脑寸步难行。魏三这个年纪不像是亡命之徒，看年纪倒像是亡命之徒生出来的孩子，在哪可以买光脑？魏三在脑子回想小孩的记忆，老人是有光脑的，可惜他没教过小孩，小孩完全没有概念，直接把老人埋了。金科眼睛转了转，我可以带你去买。最后三轮车被一个保镖带走了，金科带着魏三坐悬浮公交去买光脑，一路上给他解释各种东西。预备机甲师就是机甲师的预备生，如果16岁测出来的感知达到军校的标准，就可以去读这个专业，毕业后就可以成为机甲师了。金科比了个大拇指，机甲师就是设计和修理机甲，特别赚钱。魏三表面冷静，内心已经翻来覆去，他就喜欢这种和原来世界专业息息相关，又特别赚钱的专业。他当即在心中决定，未来走的就是机甲师这条路。路上魏三瞥了眼斜对面正在对妈妈撒娇，哭着要这样那的小孩，再看着还在巴巴的金科，明白了，不是这个世界的孩子早熟，是金科早熟。小屁孩表面憨憨的，心思深得很，似乎对他完全不好奇，偏偏每次说的话都在解释给他听。空中悬浮公交飞得很快，不一会就到了。他们下车，金科领着魏三去商场。这商场和魏三原来的世界完全不同，充满了科技感，白色柜台和各种虚拟屏充斥着。魏三看着一个柜员对顾客笑了笑，转身从背后空荡荡的地方突然拉出一个大型架子，上面摆满了商品，周遭人见怪不怪。他一路看过来，心中有了个数，
大概是类似空间折叠的技术。荆轲在一个柜台停下，到了。魏三仰头问柜员，最便宜的光脑是哪一款？柜员闻言，拿出2款，这个新款3000星币，还有最后一个旧款，只要2500。魏三选了2500的旧款，荆轲付好钱，帮着他绑定资料，输入个人信息，姓名魏三，年龄7岁。荆轲指了指另一项，这里可以设置光脑 ID 和光脑声音。魏三想了想，在 ID 处输入4个字 D， 一道柔和的电子男音响起，认证成功，用户 ID， 暗中讨饭。柜员嘴抽了抽，旁边荆轲十分上道，当即把剩下的3000星币转给了魏三。两人出来后，魏三问荆轲怎么成为预备机甲师，先进入预备学校，到16岁学校会统一测试感知，到时候就可以进军校学习。荆轲歪头想了想道，我们3212星只有一所预备学校，就叫3212学院，这段时间正好入学报名，你可以去看看，说不定以后我们就是同学了。荆轲撞了撞他手臂，悄声问，你父母让你上学吗？魏三，别装了，没有光脑，只有那些要隐瞒身份的人，你总不能穷到买不起光脑吧？荆轲挤眉弄眼，我确实是穷到买不起光脑。真的吗？我不信。荆轲相信自己眼光，一个穷的买不起光脑的人，哪里会坐什么3轮车，只有可能是隐藏身份的人，指不定是什么高手亡命天涯，躲到了他们3212星，魏三一定就是高手的孩子。他可是看完那个无名星球出身的男人逃犯犯迪伦成名时的人，里面就是这种桥段。魏三正要问另一个问题，之前离开的保镖赶过来，小少爷，咱们该回家了。我走了，有时间联系。荆轲只能挥手告别。等他离开，魏三并未马上走，他蹲在角落里研究光脑，功能和手机差不多，一会就全部摸熟。第一个先查的是铀金，原来这是一种机甲专用金属，延展性和抵御性极强，从发现开始便一直用于军工，后应用到机甲上，也是近100年来才向民众开放交易渠道。魏三看了解释，对铀金这种金属升起极大的兴趣。不过魏三早上从垃圾场附近出发，到现在已经下午3点，他的3轮车也卖了，现在走路回去，估计得明天才能走到。或许会有交通去垃圾场那边。他打开光脑搜公交路线，发现有条9号线会经过垃圾场，早上5点和下午5点各有一趟，一趟10星币。还有时间，魏三又搜去3212学院的空中悬浮公交，能去的路线很多，他立刻坐上公交去学院，打算去那边看看情况。3212学院门口人不少，各种带着小孩的家长挤在通知栏前面，魏三仗着人小，从空隙中钻进去，来到通知栏前，发现今天就是报名截止日，还未看完，魏三便被挤了出去。魏三担心耽误时间，没有再进去。他打量周围环境，发现学院门口有2处报名桌，每张桌子坐着一个老师，面前都排着长队。他越过队伍，走到一个报名处，老师旁边立了一个虚拟牌子 ，A 班1学期学费5000星币。魏三，今天就是截止日期，他完全凑不齐5000星币。不过 A 班1学期5000，其他班学费不一样。魏三转头去看另外一处，果然见到不同的字样 ，B 班1学期1000星币，期末考试过后酌情发放5000至2万星币，学费这么低，那 B 班应该是差班，不过表现好了还能拿奖学金挣回本。魏三当即走到队尾排队，决定就报这个班。等了1个小时，终于轮到魏三。报名处的老师抬头左看看右看看，没见到大人，目光才落在魏三身上。报名。魏三点头，老师扯出一张报名表，在上面填完资料。等魏三填完后，老师再一次问道，你确定来 B 班？确定。魏三坚定点了点头。差班不要紧，只要有学上。魏三已经开始幻想自己期末测试过后拿到最高奖学金，再也不用为学费发愁的场景。明天开学，早上6点准时到校。老师把魏三的报名表收录后，说完后示意下一位。魏三回到那栋废弃大楼，利用光脑开始了解这个世界，才发现原来有3大热门职业，分别是指挥、机甲师、机甲单兵。新历3701年爆发一场虫兽潮，差点毁灭整个联邦。50年后机甲横空出世，人类终于得到喘息余地，直到4001年，于清飞设计出初代飞跃机甲，开启新纪元。这一年被称为阿瑞斯时代。自此，联邦开启反抗之路，一直到现在，除了以100年为节点爆发的虫兽潮会棘手一点，其他时间联邦多过着平静的生活。魏三一时着迷于这个世界的历史背景，忘记查3212学院的资料，等到第2天过去报到，傻了。第3章。早上5点的公交，从垃圾场到3212学院只要10分钟，速度极快。魏三到时，天还没亮，学校门口没什么人，一直到5点半，
人才渐渐多起来。一直到6点，老师准时从里面出来，所有人排成10队，跟着我进去。队伍很长，魏三估计到场有5、6千学生。一阵骚动后，队伍终于排好，老师目光在这群学生身上轻飘飘打转，随即转身跟上。老师带他们走到学校操场才停下，操场主席台上另有9位老师等着，10位老师站在一排，低声讨论了一会，中间一个老师站出来，正对着学生们发言：欢迎大家来到3212学院，从今天开始，你们即将迎来痛苦的提升之路。魏三仰头看着主席台上的10位老师，有点走神，这个世界的老师好像过于精神挺拔，个个腿长腰直，放他那个世界，像极了当兵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在期末过后还活着，所以请珍惜每一次训练，也许能救你一命。老师严厉的目光从左移到右，校方出于人道主义，每学期期末会根据你们伤势轻重发放新币，如果不幸身亡，2万抚恤金会发放到各位父母手中。魏三，他怎么听着这么不对劲呢？预备机甲师不就是学怎么认识材料，为以后设计修理机甲奠定基础，怎么还扯上生死了？听老师的意思，他昨天看到的5000到2万新币也不是奖学金。魏三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老师发言很短，很快每个老师都领着一队人离开，带着学生们去领校服。魏三跟着队伍走，领完校服，趁着换校服之际，打开光脑查3212学院的资料，一目十行看完所有信息后，3212支有这一所预备学校，专门培养预备机甲师和预备机甲单兵， B 班是预备机甲单兵，A 字班才是预备机甲师。他报错了班。预备机甲单兵的伤亡率和弃学率向来居高不下，入学有5、6千人，等一个学期过后，能减少到3000人，除去伤亡人数，每一个学期过去都会有相当多的学生熬不住，退学转去普通学校，所以学费会低一点，期末伤势严重还会发放新币。魏三盯着光脑半天，现在转专业不可能，他补不齐钱，如果退学，明年再报，他昨天交的学费，学校依然不退还。还是先混一个学期，等他找到赚钱之道，再想转专业的事，1000新币不能浪费。老师巡视过来，看见还没换好校服的魏三，皱眉，这么长时间在干什么？赶紧换上。魏三立刻关了光脑，去换衣间把校服换上。等他们这队人全部换上校服后，老师眼睛一抬，所有人绕着学校跑20圈。3212学校面积不小，他们还是小孩，一圈跑下来人都傻了，更不用提20圈。到第3圈的时候，魏三头晕眼花的毛病又出来了，他饿了，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我们 B 班不像 A 班有积分，搞个测试就记1次分，唯一的标准就是期末测试后你们还活着。老师慢悠悠跟在后面，活着知道吗？现在每多跑1圈，将来你存活概率就多一点。这么跑了6圈，队伍明显分出不同，前面有几十个学生一直没放慢脚步，最后面100来号人已经开始走了。魏三夹在中间喘着气跑，偶尔抬头朝前看，那些学生身体素质未免太强了点。到了第10圈，老师站在最前面，手里抱着不知道从哪弄来的箱子，这里有营养液，大概50份左右，先到先得。魏三一听，精神为之一振，脚步无形中加快。夹在中间部的学生也有不少和他一样，速度突然提了上来。魏三咬着牙往前冲，不光为了营养液，他想留下来，学费不能浪费，留在这才有机会学机甲师有关的知识，所以20圈他一定要跑完。30、29，还有最后10份，后面的人加油了。老师悠哉悠哉道。魏三太阳穴杵突突跳着，他前面还有12个人，只要超过2个人并一直保持下去，就能拿到最后一支营养液。还有3，老师刚说出口，又有学生赶了过来，最后一支了。魏三离前面的人还有50米距离，眼看要跑到老师那里，他抹了一把汗，咬牙冲了过去，终于超过前面的人，拿到最后一支营养液。他边跑边将营养液倒进嘴里，一喝下去，魏三就发现这个营养液和他从垃圾场捡来的问题营养液不一样。这营养液一下肚，那种能量充沛的感觉顿时盈满全身。魏三觉得自己还可以再跑10圈。抢到营养液的50位学生基本是最先完成任务的，但20圈跑下来，人直接瘫在地上。魏三不由感叹生存令人坚强，想当年在原来的世界，工作过后，他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如今才7岁，居然能跑这么远。开学第1天在跑步中度过，到他们放学时间还有不少学生没有完成20圈，老师只是挥手，下课了，没完成的人也可以走。魏三一看时间，刚过5点，他错过了公交。这个世界也可以打车，还是飞车，就是价格贵了点。魏三想了想，决定先去材料市场看一看。
材料市场顾名思义，自然是卖各种材料的地方。魏三原本想着买点材料做个电动车，可以自由回去，结果到那一看，全是自己不认识的材料。几个店看下来，魏三终于发现这个世界的能源是什么？灰晶。灰晶是联邦开采出来的一种能源，可以直接供给机甲，普通家庭用不了，只能用一种叫晶卡的东西，里面是处理过的灰晶。一张薄薄的卡片里面蕴含了能源，可以供给各种工具。晶卡内的能源用完后还可以充值，这有点像魏三原先世界的店。魏三花了600星币买了一张晶卡，里面余额500块，他打算用这个给电动车提供能源，还买了一把焊接枪，他之前用的是老人留下来的，性能不够好。把整条材料街逛完，认识到各种新奇材料后，已经到了晚上10点。魏三走出巷口，发现一家店里卖机甲，不由走进去。店内装修十分堂皇富丽，但里面只摆了3架机甲。魏三仔细看了看，3架机甲类型各不相同，都很好看。只是据他在光脑上查到的资料显示，机甲是用来战斗的，这3架机甲完全看不出来哪个地方可以用来攻击重兽。他把心中想法说了出口，旁边也在看机甲的客人笑了。小孩，这是观赏型机甲，不是战斗机甲，军方的机甲可不会拿到市面上卖。原来如此，魏三又在这家店逗留了一会，这3架机甲一架比一架贵，最便宜的都要500万星币。不过鎏金本身价格贵，一克便需要10万星币，机甲这么贵也就不足为奇了。从店内出来后，魏三花了50星币打车回去，一晚上没睡，终于做出来一个简易版电动车。第二天一大早就骑着这车去学校了。刚到学校门口，一辆飞行器从他头顶掠过停下，金科从里面出来，冲他挥手。魏三，你这又是什么车？金科围着他的电动车转了一圈，卖吗？魏三，5万星币。算了。金科瞅着他后座，这里可以坐吧？你带我进校呗，一趟500星币，我们不是朋友吗？我穷。金科抬手转给魏三500星币，一屁股坐在他后面。好了，看着这奇怪的东西动起来，比之前的3轮车快多了。金科越发坚定认为魏三是高人的孩子，这车8成也是高人所做。上次的3轮车被金科家庭老师拆了，没什么精巧的结构，还要靠人力才能动起来，也就是图个稀奇。老师说没什么研究价值，这个估摸着也差不多。我在 A1 班，你在哪个班？金科问前面骑车的魏三。B5。金科愣住， B 字班。你不是预备机甲师吗？怎么成预备机甲兵了？不行。魏三冷静反问，要不是生活所迫，谁还不是个预备机甲师？行，预备机甲兵也挺好。两人分开，魏三找到自己班级，寻了个空位坐下，不知道今天学什么。老师还是那个老师，上课铃一响，他站在讲台上把课程表放了出来。魏三看完后，心中拔凉，负重跑、格斗、匕首运用，全部是体修，就一天是文化课。他一个柔弱的前工程师学这些干什么？在3212学院上了大半个月课后，魏三觉得自己赚钱之道遥遥无期，老师的任务一天比一天重，每次放学，他手脚都在抖，一回到破楼就睡着了，根本无心想其他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他听说 A 字班月考还没开始，已经有200多位学生主动转学去普通学校，因为买不起材料。一名合格的机甲师是用无数金钱堆积出来的，寻常人家根本负担不起。这下魏三更不可能转专业了。不过好在学校图书馆不分区，B 字班的人也可以去借机甲师相关的书籍。作为一个前顶级工程师，魏三决定暂时先这样，他可以自学，得找个时间问问金科，他们上课学什么。今天要教你们如何猎杀，很可惜我们3212星太穷，支付不起全息模拟器，所以麻烦各位把自己面前的同学当成是猎物，记得运用上节课教的手段，输了不惩罚，赢了，老师随后微微一笑，没有奖励。随着哨声一响，魏三面前的人立刻冲过来，横腰抱住他，想要将他摔在地上。操，这一摔下去，得在床上躺个10天半个月。虽然学校治疗舱半小时就能让人活蹦乱跳，但他没钱用啊。兄弟，对不住了。魏三连退2步，抓住对方的手，用力一拉，反身被摔。这还不算完，要让对方彻底失去动作能力，他只能卸了他的手。场上不乏哀嚎声，受伤严重的立刻被送往医务室。等对手认输后，魏三直起身，心中凄凉，这暴力的预备机甲兵。第4章，7年过去，魏三还是那个一贫如洗的魏三，压根没有找到什么致富之道。这个世界太草爹了，科技发达程度非常高，魏三会做的东西，在这边基本没有市场。第一次进城卖掉3轮车，完全因为金科好奇，后面金科说什么都不吃他那套。更
更过分的是，偶尔在学校想蹭点荆轲的甜点，这位总是一脸我懂的高深莫测表情，然后抱着吃食走远了。因为年纪小，也不能去店里打工，他靠着周末四处给人修家用机器才勉强度日。不过因为一般家用机器都能保修，所以他维修范围有限，挣的钱也少得可怜。这还是他费尽心思才找到的工作。每个学期的学费，加上每天吃喝以及电动车的能源，魏三过得紧巴巴的，也就没有从垃圾场附近那栋废弃大楼离开，只是添了点二手家具，改善居住环境。饶是这样，魏三也没有放弃自学，成为机甲师。图书馆里所有关于机甲相关的书都被他看完了，买不起材料实操，他便在脑海中模拟。这里，荆轲站在家门口朝魏三挥手。魏三是过来帮荆轲他妈修八音盒的，说是淘来的古董，想了几天就没用了，可以修。魏三接过来看了看道，荆轲抬手要转钱给魏三，被他拦了，打5折。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有个要求，你前几天看的那本书借我看2天。图书馆里的书魏三都看完了，新书又买不起，这个世界的书都极贵。行，荆轲重新输入星币。魏三修八音盒的时候，荆轲在旁边设计机甲关节，这是他下次大考的作业。轴承选错了，魏三朝他那边瞟了一眼，低头将拆开的八音盒重新组装起来，随口道：荆轲一顿，书中是这么说的。魏三啧了一声，手下动作却飞快，我看你平时挺能变通，一到机甲身上就傻了，指挥说不定更适合你。他只是随口一说，荆轲却将手里还未成型的机甲关节放下。你说的对，机甲师可能不适合我。最后一枚螺丝安装好，魏三打开开关，八音盒立刻发出音乐。魏三吹了声口哨，好了。他扭头看向荆轲，你刚才说什么？荆轲豁然起身，我决定去读指挥专业。像我这么聪明的人，不可能没有成就。魏三瞅他一眼，3212学院没有这个专业。3212星没有，但是其他大星肯定有，我要搬家转学。荆轲立刻对外面喊他爸妈。怎么了？金家夫妻进来问。爸妈，今天我们就搬家去柳吉星，我想去读指挥专业。啊？金爸愣了一会点头，好，你想去就去。7年前魏三第一次碰见荆轲的时候，他家还是专门负责处理3212上垃圾的传统公司，在这个3212星算小富家庭。结果这些年在荆轲带领改革下，金家走出3212星，据说已经掌握联邦1/3垃圾处理的业务，并且还有扩张的趋势，富得流油。虽然荆轲一如既往的抠，相比之下，还是成人灵魂的魏三简直弱爆了。那我去收拾东西。金妈准备转身走。妈，不用，我们现在就走，还赶得上星舰，东西到那边再买。荆轲豪气道，这7年他一直在死磕机甲师，靠着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才勉强跟上学校进度，居然没想明白自己或许更适合指挥。他们一家人说走就走，飞行器已经在半空中等着。我走了，你保重。荆轲情深意重握着魏三的手，我知道你留在这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们有缘再见。金，脑补王者，高人一家隐姓埋名在3212星，他不能戳破。魏三就这么眼睁睁看着荆轲一家坐着飞行器离开，挥一挥手，不带着一片云彩，也没有留下一个星币。荆轲的离开没有太影响魏三穷困潦倒的生活，就是少了一个说话的人。他不是真正的14岁小孩，荆轲早会，和他相处没有什么代沟。上午的群仗我看了，老师站在最前面捂着胸口，我很伤心啊。一个个招式没有招式，被隔壁班打得抱头鼠窜，你们狼狈的样子妙啊，妙到校长找我谈话。他从最前面开始点学生批评，你搞什么？被2个人围住就动弹不得了，打班上同学的劲呢？我看隔壁班的人打你打得很爽吗？我里皮带了这么多届学生，你们这届绝对是最差劲的，打个群架就慌了神，以后用机甲怎么办？隔壁班都打不过，别说去军校了，我看你们去挑粪还差不多。老师批评了一圈，话锋一转，不过魏三上午表现不错，下手相当黑，我喜欢。魏三站立挺直，目光落在前面同学的后脑勺上，双手交叉背在身后，不为所动。果然，下一秒里皮走了过来，伸出一根手指用力戳他肩膀。隔壁班4个人被你弄到医疗室，躺治疗舱躺了半个小时，本来我很开心，但你实力再不提升，脑子再好也没用。7年过去，他们班从原先的几百号人，到现在已经不足100人。魏三现在成绩在班级算是中上游，按照老师经验划分，毕业那场测试，他可能在 B 级上下浮动，还有2年他就能从3212学院毕业，到时候测试感知 B 级及以上就能报军校，如果感知达到 A 级，则可以进入5大军校。他们现在每天的训练都是为了提升感知，根据老师所说，身体素质越好，
一般感知等级越高。里皮一直都觉得魏三不止这个实力，偏偏魏三保持水平技术一流，上不上下不下的技巧拿捏得死死的，所以他时常针对魏三。看着魏三一副油盐不进的模样，里皮就烦，干脆挥手，都给我滚回教室看书。一放学，魏三就骑着他的宝马回去。这几年他把车速一提再提，现在从学校到住处只要半个小时。政府在垃圾场附近安置救济房，供着捡垃圾为生的人居住，他们每月只需要缴纳少量新币。原先魏三这个身体的主人就一直和哑巴老人在那边住，不过后面被人占了。现在魏三有钱支付也没办法住，政府规定每个人只能租一个房子，但这救济房太小，他经常弄点便宜材料回来练手，压根放不下，倒不如这废弃大楼来的自在。现在他不光打理出卧室，还有一个专门的工作室，虽然只是用塑料膜隔出来的，附近那些人并不会往这边来，似乎在忌惮什么。魏三没和他们来往过，也不清楚，反正乐得自在，就是这边蛇鼠虫蚁多了点，不过他已经处理过了。将车篮里的材料拿出来，魏三快步朝工作室走去。他准备做个迷你机甲练手，油金买不起，就买了和他性能类似的油金，从名字便能听出来这是个冒牌货。即便如此，魏三也攒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买了一小坨。机甲的知识全部掌握在联邦政府手里，在未入军校前，普通官网上根本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像魏三这7年把3212学校图书馆内的书都学完了，能做出来的机甲水平也只有预备机甲师这么高。好在魏三在原先世界对机甲的理论极深，只是在那边缺乏像油金这种特别的物质材料，因此今天他才要做个迷你机甲，不光有完整机甲模样，还能攻击。就是金钱有限，估计做出来就10几厘米高，真迷你机甲。坐在桌子前，魏三低头做好的机甲外壳快速组装起来，这些顺序深深刻在他脑海中，闭着眼睛都能组装好。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左手上，他花了1年时间做成的激光枪，可以穿透普通金属盒枪，不过对油金无效。等所有东西组装好后，魏三抱着机甲走出工作室，按下控制开关，让迷你机甲对准墙壁开了一枪。激光枪打在墙上，瞬间就是一个洞。魏三低头继续按了一下，墙上又出现一个洞。等再按的时候，迷你机甲的枪已经没反应了。魏三啧了一声，才2枪，激光能源就不够了。这贫困潦倒的生活一眼望不到头。他叹了口气，转身准备回工作室。咔嚓，听见细微声音的魏三，不是吧，2个洞而已，墙应该不会倒才对。刚自我安慰完的魏三，立刻听见无数咔嚓声，随即背后那面墙轰然倒地，整栋废弃大楼的地板都在震动，溅起的灰尘呛得他咳嗽。魏三抬起手臂捂住口鼻，扭头往后面看去，这一看，浑身的冷汗顿时冒了出来。墙背后有个约3米高的红眼怪兽，那一瞬间，魏三想起一个词，虫兽。这东西有点像变异放大版的狼，喘着粗气，红的滴血的眼睛死死盯着魏三。来不及想为什么这种东西会出现在这里，魏三立刻撒腿跑，然而那边异兽很快追了上来。听着背后传来的破空声，魏三骤然停下，本能就地滚了一圈，成功躲开攻击，却不料下一秒变异兽另一爪挥来，他躲闪不及，被划伤背部。魏三来不及感觉痛苦，拼命朝工作室跑，抓到一把刀。此刻变异兽已经逼近，魏三退无可退，在他探头咬过来时，瞄准时机，借墙跳起，将刀刺进变异兽的眼睛。吼！变异兽对着魏三大吼一声，腥臭味迎面扑来，爪子用力将魏三拍飞。魏三感觉自己浑身都快断了，他试图起来，却失败了，只能躺在地上，眼睁睁看着变异兽过来。早知道当初训练的时候多用心，魏工程师罕见后悔。变异兽再次探头咬来，就在魏三以为自己要命丧他口时，变异兽的脑袋突然整个掉了下来，溅了他一身血。魏三，曹，这玩意的血真的很臭。第5章。魏三先是被沾了一身灰尘，现在又被溅了满脸的血，加上腹部3道极深的爪痕，躺在地上和死了没什么区别。这时，一架冷银色机甲从半空飞过来，停在变异兽附近，随后里面跳出来一个金发少年，他朝变异兽这边瞥了一眼，见到躺在地上的魏三，并未有所反应，像是上位者见到一只快死去的蚂蚁，无动于衷。这里可能有灰精。又是一个驾着机甲来的少年，和刚才穿着战斗服的金发少年不同。他目光清平，乌色长发披在身后，像最上等的软缎，肤色双如玉，形状极美的唇瓣却透着一抹苍白。要不是现在魏三躺在地上动弹不得，他得吹声口哨，赞一句好一个美少年。魏三扫一眼便清楚，前面那个人的机甲是一架真正的战斗机甲，后面这位的机甲攻击力应该不强，但防御力极强。
3212星连观赏型机甲都少得可怜，当年那家店摆出3架机甲，7年过去，也只卖出去了1架。这2个人绝对不是3212星的人。金发少年走到一处，砸开墙，从里面掏出一块拳头大小的灰晶，放进腰包中。难怪他跑到这里，该走了。乌发少年淡淡道，我以为虫兽有多厉害，不过如此。幼崽状态，战斗力不足2成。金发少年瞥向光脑，拿出手帕擦了擦手，那边在找我们。2人重新进入机甲离开，从头至尾没人在意躺在地上重伤的魏三。魏三很想晕过去，但是周围太臭了，在脑中转了一遍。魏三咬牙拨通老师里皮的光脑，啥玩意？里皮一接通光脑，就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口音都下意识冒出来了。老师，救命！魏三，你在哪？怎么回事？魏三撑着一口气报出地址，最后还是晕过去了，不知道是失血过多昏迷还是臭晕的。醒了，魏三一睁开眼就见到老师坐在旁边，他缓了一会神，下意识伸手摸自己腹部，没留疤。里皮没好气道，平时不知道你胆子这么大，居然敢一个人住在那种地方。魏三从治疗舱中坐起来，那种地方不要钱，钱重要，命重要。里皮问他，你觉得为什么那栋大楼废弃了？魏三摇头，虽然现在联邦太平，但偶尔某处还是会出现零星虫兽的现象。那栋大楼当初建造的时候就发生过一起虫兽攻击事件，所以直接被废弃了。说起这件事，里皮脸色不太好看，出现过虫兽的地方就会被废弃，有能力保护自然不会废弃。你觉得我们3212星有这个实力？里皮皱眉，不过当年是兽潮，所以才会有头虫兽冲破防护进入3212星，怎么这次突然会有虫兽出现？魏三跨出治疗舱，他身上的伤已经完全消失，除了残存在记忆中的痛，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他转了转手臂，我今天看见2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驾驶战斗机甲，原来如此，难怪那头虫兽已经死了。里皮眉心皱得厉害，咬牙道，又是这帮人的游戏。什么游戏？里皮强忍怒气，在入军校前，有些权势富贵子弟会找虫兽放在荒星上练手，说是实战，但那帮人对荒星的定义和我们不同，而且根本不顾及小星上人的死活。魏三想起金发少年的眼神，倒没觉得老师哪里说错了。当年我朋友一家就是这么毁掉的。3212星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魏三诧异问道，我不是3212星人。里皮撩起眼皮，你在治疗舱泡了4个小时，一共7000星币。魏三，里皮满意看到自己学生脸上像打碎的调色盘一样变来变去，轻飘飘道，这钱我帮你垫付了，如果期末测试你能拿到第1，就不用你还了，否则今天开始算利息，一直到你还我为止。老师，这不太好吧？您这么英明神武，一看就不缺那点利息钱。魏三心都在滴血，7000星币还要加上利息，他1年都不用过了。一想到学生水平不行，我就缺那点利息钱。里皮伸手用力戳魏三，我不是还给你一个选择，居然压根不考虑，没出息，拿第1太难了。魏三一直都觉得自己很柔弱，每次测试半途就有头晕眼花的毛病。里皮盯着魏三半晌，忽然正色道，这次你幸运没死在虫兽爪下，以后呢？只有自己拥有实力，才能保证不被伤害。魏三顿时想起腥臭虫兽将自己逼得走投无路，想起冷银机甲抬手间便斩首那头虫兽，那种绝对的力量，没有人不向往。我尽量，是一定。里皮瞅了眼魏三，那栋建筑倒得差不多了，没法住人，正好我那空出来一间房，毕业之前你到我那住。最后，魏三收拾几件衣服，带着他的小电驴在里皮家住下了。工作室那些材料他没取回来，能学到的都学会了，尤其在见到真正的机甲后，他知道再练下去也没有什么益处。这是你师娘。里皮前一秒还虎着脸，下一秒见到门内女人，立刻露出一个憨笑。师娘好。温柔女人连忙招呼魏三进来，房间我已经收拾好了，如果睡得不舒服，记得和师娘说。里皮已经不管魏三了，闻着屋内的饭菜香，径直走到饭桌前，今天的菜怎么这么丰盛？小魏第1天来，尝尝师娘的手艺。女人帮着魏三拿下手中的背包，走到里皮旁边，拍掉他的手，等小魏一起吃。里皮，怎么感觉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呢？魏三放完东西后，坐在饭桌前，下意识咽了咽口水。他实在是太穷了，之前一直省吃俭用买材料，从来到这个世界起，到现在他一直都喝最便宜的营养液，没吃过1粒米。当年从垃圾场捡来的几10箱问题营养液，他喝了小半年，喝完一滴都没有浪费。他都快忘记饭菜的滋味是什么了，这一餐得要好几百星币，魏三换算成营养液，够他喝1个月了。里皮抬手扒拉魏三脑袋，
掉钱眼里了？赶紧吃！师娘立刻瞪着里皮，别碰小孩脑袋。师娘不停往魏三碗里夹菜，小魏你敞开吃，你老师别的不行，一日三餐还吃得起。魏三也不客气，大胆吃，吃到阔别已久的米饭第一口，他简直要热泪盈眶。谁能想到他一个顶级工程师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吃完饭，待会跟我一起绕着河道跑10圈。饭吃到一半，里皮忽然开口，魏三一口饭噎在喉咙，你需要加强训练，先让小魏吃饱饭。师娘把最后一块肉夹到魏三碗里，要不要师娘再做一盘？魏三咽下饭，师娘不用。最后魏三一个人把所有的米饭包圆了，连菜都不用。里皮坐在旁边，看得嘴角抽搐。这些年他完全不知道魏三情况，毕竟按理说穷到他这种地步，说话行事总会受到一点影响，例如自卑、畏畏缩缩。但这位打从入学起一直自信得很，压根看不出来，加上在学校又穿着统一服装，里皮还以为他家境不错。吃饱了？魏三摸了摸肚子，饱了。在屋内坐了一会，魏三就被带着出去跑步。自这天起，里皮开始每天放学回来给魏三开小灶，加大训练。魏三原本以为自己不行，结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每天都被师娘喂得饱饱的，头晕眼花的毛病居然逐渐好了。这营养一跟上来，魏三便开始抽条了。小魏，师娘难得见魏三还没起来，不由站在外面敲门，再不起来要迟到了。半天没听见声音，师娘只能去找备用钥匙，一打开门就见到魏三蜷缩着身体，抱着自己一只腿，满头冷汗。怎么了这是？师娘着急的团团转。魏三没想到生长痛会来得这么剧烈，刚才差点没喘过气来，他咬牙拉住师娘的手，师娘，我没事，生长痛而已。又这么疼过了10分钟左右，魏三才缓过神。晚上我剁点骨头来，熬汤给你喝。师娘心疼的擦掉魏三额头上的汗，他和里皮没有孩子，对这些事没什么经验，也没见过有谁生长痛成这样的，床单都被汗打湿了，是不是经常这么痛？没。魏三起身，师娘，我得去学校了。魏三抽条太快，1个月不到就要换一次衣服，里皮看着十分高兴，觉得他身体素质在变强，上次训练做得不错，保持这个状态，期末绝对可以。里皮拍了拍魏三肩膀，如果毕业测试你感知能拿到 A 级，就能去武大军校，那里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你老师当年的梦想就是去武大军校。师娘在一旁笑道。魏三抬头看里皮，老师感知多高？ B 级。里皮有些骄傲又有些怅然，当年我先是进入军校，后面被选入11军区，不过后面受伤没进去。这是魏三第一次听见老师提及军区的事，他下意识问，受伤？中途遇见小型虫兽潮，为了救人，手废了。里皮长出一口气，骄傲道，我进军区就是为了保护人民，那天我做到了。魏三还在替老师感伤，下一秒里皮的巴掌就呼了过来，你每天都要给我认真训练，争取进入武大军校，听见没？我觉得我就是 B 级的料子。魏三打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擅长打架的人。师娘在一旁捂着嘴笑，那天小魏把隔壁班第1名按在地上揍的时候，可一点不像。隔壁班那位去年就找关系去大兴上测过感知，据说确认了 A 级，能打败 A 级的只有 A 级。第6章，这次期末测试会比以前难，但这不是最难的。里皮看着对面站着的学生，这些人可以说是他看着长大的也不为过，从7岁到15岁，几百人剩下几十人，毕业感知测试前那场才是，好好完成这次期末测试。开学我在这等着你们所有人，希望大家都能顺利毕业，拿到属于自己的入学资格。期末测试时，学校会把学生带到3212星边缘森林，这里的生物虽不是虫兽，也不及虫兽攻击力1/2，但却极适合考核学生。老师每学期末经过商讨之后，会划分一段距离范围，让学生狩猎，每个人手中只有一把匕首，是死是活全靠实力。每升一个年级，进入森林的范围都会加大，危险指数也直线上升。老师们各自动员完自己班级的学生后，便带着他们去往边缘森林。所有人记住，老师人手不够，能不能及时救到你们，完全靠运气。所以现在有想退出的还来得及。B 字班年级主任环视一卷道。无人动，这么多年下来，还留在这里的学生，没有一个是心性不稳的人。既然如此，3212学院第108届第16次期末考试正式开始。随着发令枪响，所有学生立刻如同潮水般涌进边缘森林，每个人都想早点完成任务。老师划定一定范围，学生在此范围内狩猎成功便可以出来，不过其中总有各种不定的风险。首先是猎物实力不定，谁也不知道自己会碰上什么。其次，即便成功狩猎，回城也照样面临碰上其他野兽的可能性。
魏三快速进入边缘森林，他向来惜命，16次期末考试，基本上靠着各种走位避免受重伤。他穷，躺不起治疗舱。边缘森林表面看起来一派祥和，连空气都比城市中要清新不少。然而自学生进来后，惨叫声没有停过，哪怕他们这些人已经来这里考过16次。今天于边缘森林的野兽而言，是一次进食的好机会。魏三单手握着匕首，快步穿过一片荆棘，植物上的刺不断划破训练服。他眼睛不眨一下，相比其他地方，人和野兽都不太愿意经过这里，所以走这片荆棘地，危险程度会降到最低，还可以伺机捕猎。因为穷，魏三习惯性想要打出最省力的方案。在荆棘的穿梭，魏三耳朵忽然动了动，他停下来，侧头朝外看去，一头花豹在附近打转。未等下一步动作，那头花豹已经跃到荆棘附近，对着魏三这处嘶吼。魏三闭了闭眼睛，花豹闻到了他的血，他试图继续往前冲，外围的花豹立刻跟上。烦死了，还以为会有好运气，碰见什么容易对付的猎物，结果现在他成了猎物。魏三深呼吸一口气，停下来，趁花豹还未反应过来，从另外一处跳出来，就地一滚，卸掉冲击力。吼！花豹喉咙间发出兴奋的嘶吼声，立刻朝魏三扑来。见过虫兽的魏三自然不会怕一头花豹，他没有躲开，只是避开花豹的前肢，往下一滑，整个人都在花豹腹部以下。就在花豹想要往后退一步，抓住这个猎物时，猎物不见了，而他身上一重。魏三滑进花豹腹下后，直接滚出旁边，反身骑在花豹身上，一只手抓住他的头，另一只握着匕首的手在他脖子一划，血像喷泉一般射涌而出，花豹一声悲鸣堵在喉咙里，未发出前便轰然倒地。魏三从花豹身上起来，期末测试完成了一半，现在剩下的是如何成功将猎物带出去。血腥味会引来其他野兽，他还要扛着这么重的花豹返回。魏三摸了摸口袋，没带营养液，他饿了。这段时间被师娘的手艺养刁了胃口，再加上师娘经常塞各种小点心，他都快把营养液的味道给忘干净，更别提带了。摸了摸肚子，魏三认命的扛起200多斤的花豹，一路往回狂奔。你们干什么？魏三顶着头昏眼花的感觉，咬牙一路狂奔，结果路过一片空旷地带，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是班上的同学。你的猎物挺好的，借我用用。滚开！魏三翻了个白眼，脚步一转，朝空旷地带快步走去。他将肩上的花豹扔在地上，我的猎物借你用用怎么样？空旷地带站着7、8个人，围在中间的一个是魏三同学，其他都是隔壁班的人，领头那个却坐在远处一棵树下，脚边是一头死了的狮子。这些人见到魏三齐刷刷往后退了一步，魏三同学从地上起来，拖着自己的猎物往魏三那边靠，指着隔壁班的人，这帮人自己没本事完成任务，合伙抢我们的猎物，自己辛辛苦苦完成任务，体力消耗不算，还受了伤，结果这帮人来抢猎物，不是没人抵抗，但隔壁领头的人就在旁边看着，一有不对就出手，被抢的人已经不是1个2个了。隔壁班的人没人敢出声，眼神不断往远处树下的那个人身上瞟。终于树下那人起身走了过来，魏三，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魏三啧了一声，上上下下打量对方，亲切问候，吴德，你腰伤好了？他就是隔壁那个据说 A 级却被他压着打的人。太吴德浑身又开始隐隐作痛。魏三叹口气，大家就在隔壁，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这样你们把猎物全留下来，我就放你们走。他口气大的理所当然。太吴德被气笑了，魏三，就凭你们2个对付我们这么多人？魏三转了转手腕，抬眼，不然呢？太吴德正要对跟班使眼色，冷不丁一个拳头挥到面前，他本能躲开，还不带庆幸，另一个拳头随即捶中他头，直打得他脑袋发懵。太哥！跟班们不由慌乱喊道。魏三抢占先机，把太吴德捶到地上，压根没给他反应时间。太哥，我把你打成猪哥行不行？连续被重击，太吴德已经几近昏迷。昏迷前心想，妈的，这魏三简直不是人，什么几把力气，一拳下来他人都废了。太哥！跟班们见太吴德轻轻松松晕了过去，吓得小脸刷白。魏三被这帮人的鬼哭狼嚎吵得越来越头晕，不由冷眼朝他们看去。跟班们犹如被无形的手捏住脖子，顿时不敢出声。过了一会，一个看着比较机灵的跟班瞅着魏三，试探改口，猪哥。这一下马上提醒了这帮人，很快空旷地带又响起了一阵哭嚎声。猪哥，魏三，哪些是你们抢来的？魏三瞥了眼这些人的猎物问。跟班们齐刷刷把猎物递到魏三面前，抬起太吴德就跑，连太吴德自己的猎物都没来得及带走。你帮我联系一下那些被抢了猎物的人，我先走了。魏三扛起自己的猎物，继续往回赶，他感觉自己快晕了。
魏三跑得飞快，运气也还算不错，回去的路上没碰见其他野兽，顺利离开边缘森林。老师，这是我的猎物，编号 B5108164229。魏三将猎物扔在负责统计的老师面前，说完这句就溜了。因为考试原因，有些小商贩会在森林不远处的安全区摆摊卖东西。魏三饿得受不了，闻着热腾腾的各种吃食，他咽了咽口水，找了一圈才找到卖便宜营养液的商贩。掰开盖子，魏三就着四处飘逸的香气，小口小口珍惜地喝着营养液。一排营养液下肚，他头昏眼花的毛病才算好了点。什么时候他才能实现营养液自由？魏三如今已经不幻想自己发财致富的梦了，在成为一名真正的机甲师前，他可能会一直这么穷困潦倒下去。算算时间，那边差不多结束了，魏三才恋恋不舍离开安全区，往边缘森林入口那边走去。大部分学生已经出来，统计老师面前也堆满了各种猎物。魏三过去的时候，里皮正好拎着2个重伤的学生出来，在旁边候着的医务人员立刻将学生抬进移动医疗车内治疗。108届第16次期末测试到此结束，恭喜所有通过测试的学生，下学期我们再见，希望所有人都能在毕业测试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年级主任发表完就带着老师和受重伤的学生离开，其他学生纷纷松了一口气，往安全区走去。期末考试一结束，压力暂时消失，学生们见到安全区的各种好吃好玩的，自然会忍不住诱惑。魏三，刚才谢谢你，之前的同学赶上来道谢，顺手而已。魏三嗅着空气里的味道，不着痕迹咽了好几次口水。买不起，闻闻味道也是好的。泰无德在森林中被魏三打晕后，好半天才醒过来，因为重新去捕猎，差点错过时间，导致考试未通过，好在最后一秒赶到了。想吃什么自己拿，我请客。泰无德对跟班们淡淡道。谢谢猪，泰哥。跟班们纷纷去买自己想吃的东西。泰哥，这烤串贼好吃，你尝尝。泰无德接过跟班递过来的烤串，并没有吃，他对这些兴致缺缺。作为一个 A 级，他将来是要去武大军校的人，势必要表现得和平常人不一样。不过一想到魏三那个狗东西也有可能是 A 级，会去武大军校，泰无德心里就憋得慌。无德，好巧啊。魏三见到泰无德，主动上前热情打招呼。听见这熟悉的声音，泰无德浑身一僵。妈的，他好怕啊。魏三转到泰无德面前，我看你拿着烤串半天，怎么不吃？泰无德很想拿出 A 级的气势，说一句关你屁事，但在森林里被魏三揍怕了，怂道，冷了，不太好吃。魏三摇头，你这样浪费不好。神经病啊，关你屁事。泰无德在心中呐喊，面上坚强憋屈道，那我现在吃了。魏三伸手拦住，拍了拍他肩膀，真诚道，无德，别为难自己，大家都是同学，不如今天我就替你解决了这苦楚。泰无德，你妈的，原来看上了他的烤串。泰无德将烤串塞进魏三手里，十分上道，我觉得那个摊子上的东西也不太好吃，魏三同学尝尝。是吗？不好吃的东西拿出来卖，这可不行，不如魏三同学替广大同学解决了这问题。当然可以，舍己为人是我一向奉行的准则。泰无德，放你娘的意大利屁，呵呵，魏三同学就是和我们普通人境界不一样。说话间，魏三和泰无德哥俩好的走向下一个摊位。第7章，期末测试排名按照出来的顺序排的，魏三虽耽误一点时间，但出来的时候依然是第一。师娘知道后做了一顿大餐犒劳他，我也辛苦这么长时间。李皮不无嫉妒道，多大的人了？师娘瞪了李皮一眼，随后又对魏三露出温柔的笑，小魏多吃点，正在长身体呢。魏三点头，谢谢师娘。吃完饭后，魏三赚了一笔钱给李皮，说是生活费。李皮没拒绝，放假也不能懈怠，下学期才是最关键的时候。知道。放假2个月，魏三除了要完成李皮布置的作业，剩下的时间都花在上门维修上。李皮知道他要挣钱，并不阻拦，反而有时会给他介绍生意，比如同僚家要维修什么，便推荐魏三过去。别人会修的不会修的，魏三都会修，一来二去，找他的人越发多来起来，才1个月，他已经赚了6000多新币，这么快修好了？一位老师家属看着自己的家用电器问，您看看。魏三摘下手套，对方把所有功能试了一遍，惊奇道，我怎么感觉比新买的还好用？我做了一点调整，要是你会修机甲就好了。老师家属自言自语道。魏三心中一动，修机甲我也会一点。真的？我有个朋友，他家的机甲坏了，又着急用，店家说只能送到大兴上去修，一来一回，时间上来不及了，有能力修的那几位老师又去大兴上交流去了，这几天发愁得很。魏三点头，我可以试试。老师家属立刻联系朋友，
说明这件事，对方显然也顾不上谁来修，连声说好。这是他家的地址。魏三扫了一眼，不陌生，荆轲以前就住那3212星上的富人区。搭车赶到那家去，魏三看着门牌号，在一家门口停下，然后按响门铃。来了。门一开，里外的人都愣住了，随后里面的人啪的一声把门重新关上。魏三，吴德，是你家要修机甲？太吴德在自己家底气十足，关你什么事？魏三，我来修机甲。太吴德，放屁！魏三，你不开门，那我走了。太吴德犹豫了一会，在里面喊他妈，让他联系刚才的阿姨，问清楚上门维修的人叫什么名字。你阿姨说是叫魏三。太吴德妈妈的声音隐隐约约传过来。太吴德，他不信。魏三一定是想上门打他。魏三抬手敲门，哎，开不开门？不开我真走了。太吴德隔着门喊，你一个预备机甲单兵，怎么可能会维修机甲？整个3212星都没什么人会。魏三叹气，生活不易，多才多艺。太吴德犹豫了，你真会修？魏三，会。最后太吴德把门打开一条缝，你真不是上门来打我的，我为什么还要上门打一个手下败将？太吴德，好有道理，他竟无言反驳。进来吧。魏三跟着太吴德去他的训练室，一台机甲摆放在最中央。原来那架机甲被你家买走了。魏三挑眉，之前材料市场有一家卖机甲的店，7年过去只卖掉了一架。太吴德骄傲道，我将来可是要去武大军校的人，当然要先用上机甲。魏三爬上机甲，进入驾驶室，有一点震撼，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真实机甲内部，即便只是观赏型机甲。魏三你行不行？太吴德在下面喊，第一次修机甲，给我点时间。魏三探头出来道，太吴德，我就知道你不会修。魏三你给我下来。魏三不为所动，试探性把所有按键按了一遍。啊！魏三你下来。太吴德看着时不时颤颤巍巍的机甲，泪水都心疼的飙了出来，要倒了。感受了一遍机甲，魏三打开舱门跳下来，拿着扳手对准太吴德，吵死了，闭嘴。太吴德哽咽一声，委委屈屈闭嘴。他在下面转了一圈，找到引擎所在，敲了敲，这是观赏型机甲，估计还是最差的那种，你平时用的时候一直超出了范围，能坚持到现在才坏，也算你运气好。太吴德闻言探头，你真懂啊。魏三懒得回他这句，维修预算多少？30万星币。魏三，你家真有钱。太吴德连忙道，30万是机甲的，你真能修好，维修费另算。不用，钱全部用在机甲上。魏三从引擎盖上跳下来，维修费就算了，上次你请我吃烤串底了。啊？魏三瞥向太吴德，身上有钱吗？有，跟我去一趟材料市场。两人去材料市场买了一堆材料回来，其中油金花费最多，但也只有几克而已。他们前后后花了大概70万星币，太吴德还向他妈要了钱。你真的能修好吗？太吴德心里打鼓，70万星币对他而言也不是一笔小钱，能不能修好，材料都买了。太吴德，妈的，他就是鬼迷心窍了才会信了魏三的鬼话。放心，开学前一定帮你修好。虽然接了修机甲的活，魏三其他事也没落下，每天抽出时间去太吴德家中。太吴德胆战心惊，看着自己的机甲被拆得稀碎，每天晚上入睡前都要后悔为什么信了魏三的话。观赏型机甲对感知等级没有要求，因此攻击力等于0。70万星币听着很多钱，其实也只是能改造机甲外壳的硬度以及引擎，这还是魏三压缩了引擎材料，才只花了70万。改造机甲外壳的事，魏三放在最后，他先是把坏了的引擎修好，加大动力源。咔，魏三将引擎装好，起身对着摇指甲太吴德道，试试。太吴德指着机甲，你壳子都没装上去。放心，不会散架，先试试行不行？太吴德战战兢兢爬上机甲室，试探性动了动，咦，真能动了。他操控机甲在训练室走了一圈，喜出望外，他好了，还比以前更灵活。行了，先下来，我把机甲外壳改一改，再装上去。魏三对这种机甲已经没什么太大的新鲜感，里面操控是简陋的发纸，压根不能发动攻击，偶尔进去操控这机甲散散步差不多。太吴德从里面出来，兴奋道，你从哪学来的技术？厉害。魏三已经戴好手套，融化油金，这种材料太贵，他打算在机甲关节处加入油金，其他地方就算了。等到开学前一天，魏三终于把太吴德的机甲改造完，他操控机甲在外面溜达一圈，下来看魏三的眼神都不一样了。魏三，以后我照。在他眼神扫过后，太吴德立马改口，我们是兄弟。魏三没放在心上，能拿机甲练手，已经是一件高兴的事。天还没亮，魏三就满头大汗，蜷缩在床上，抱着腿倒吸一口冷气，又抽筋。熬了好半天，魏三才缓过来，
脸色苍白，半靠在墙上。在原来的世界，他发育期从来没这么疼过，如今时不时就抽筋。魏三个子抽条得快，肉没跟上来，浑身瘦得跟麻杆一样，哪怕师娘天天大鱼大肉补着。擦掉额头上的汗，魏三从房间出来，正好撞上李皮。开学第一天，这么不精神。李皮瞅了瞅魏三，又抽筋了。没事。李皮皱眉，平时多吃点，待会我让你师娘多做点好吃的。吃完早饭后，李皮捎着魏三一起去学校。新学期开始，第一天氛围便和以往不太一样了。你们没听说？这个学年我们有机会碰机甲了。机甲？是我想的那个吗？当然了，我们学院有一台机甲，专门给毕业这一届学生练手，每周都会上。魏三听着学生间议论纷纷，他还不知道这事，李皮没和他提起过这件事。等第一节课前，课程表出来后，所有人都振奋了，真的有机甲实操课。一上午过去后，所有 B 字班互通消息，知道哪个班最先上机甲课，心中的羡慕都快溢出来了，他们也想早点见到真正的机甲。魏三也很激动，因为据说学校的机甲是战斗型机甲。中午回去吃饭时，魏三没忍住向李皮打听这件事。李皮撩起眼皮看了他一会，确实是战斗型机甲。魏三没出声，等着他后句。下一秒李皮道，是很多年前的 B 级机甲，现在基本上已经淘汰了。魏三心道果然如此，在听见每个班都有一架机甲可以练手时，他就觉得有点不对，什么时候学校变得这么有钱了？李皮正色看着魏三，假如你能进武大军校，这个机甲对你而言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A 级和 B 级有着天壤之别，人是这样，机甲也这样，能先熟悉机甲总归是好事。魏三笑了笑道。李皮点头，随后又问，我听说你帮泰家修好了机甲。小魏什么时候学会修机甲的？师娘端着菜上桌，好奇问道。魏三有点不好意思道，其实以前我想报预备机甲师的，贪便宜报错了专业。李皮，难怪前几年一直吊车尾，各种训练点到为止，相当敷衍，真难为你了。李皮冷哼一声，隔壁班第一个上机甲实操课，一到课间，不少和隔壁班关系好的人都跑去问什么感受。魏三他们班和隔壁班向来不和，倒没什么人过去，但防不住隔壁班来回走动炫耀，站在门口大声和其他人讨论描述机甲。曹，隔壁的泰无德过来了，肯定也是来炫耀的，服了，迟早我们也要接触机甲，他们得意什么？泰无德左手一把烤串，右手一盒切块水果，大摇大摆走进来，环视一圈，成功引起班内人的怒目。魏三，泰无德窜到魏三面前，把水果放在他桌上，烤串递过去，吃吗？有事？魏三嗅了嗅味道，这烤串闻起来比之前还好吃的样子。泰无德嗨了一声，讨好道，大家都是朋友，这罪孽深重的东西，你帮我解决怎么样？有事说事。魏三接过来，咬了一口烤串，摇头，这东西罪孽太深重了。泰无德咳了一声，是这样的，以后咱们不都得学机甲实操吗？我想着大家一起互相交流技巧，强强联手。他想着魏三连机甲都会修，机甲实操一定不会差。魏三咬着烤串，抬眼看他，互相交流可以，强强联手就算了。他想着轮到魏三他们班机甲实操课时，魏三内心也激动，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真正的战斗型机甲，虽然只是一个被淘汰的 B 级机甲，不可能不激动，尤其魏三内心深处是个机甲狂热者。首先，大家先来认识机甲的几个主要部分，便于以后操作。李皮指了指那架灰绿色机甲，介绍外部机甲几个部位，随后又打开光脑，将机甲内部操作室投影出来。操作室一般由头部连接和手动操作相互控制，这也意味着感知高低和手速快慢是评价一位机甲单兵的两大重要因素。所有人屏息听着李皮讲解，生怕漏了一个字。都记清楚了吗？李皮介绍完后，不知道点了什么，机甲舱突然打开，说再多不如你们自己去体会，现在按照学号一个一个来，每人15分钟实操时间，108009号上来。他们的学号是按照届数加当年开学第一次战队来排的，考试时再往中间加次数，转学和死亡的学生学号虽不用了，但其他人的依然维持原来的学号。所有人羡慕的看着108009号最先上去，不过很快他们明白过来，机甲操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15分钟过去，108009才勉强让机甲迈出了一只脚，下来的时候汗流浃背，还行，第一次就能让他动。李皮夸了一句。众人还以为李皮是在安慰，结果学生陆陆续续上去，下来的人个个像冲刺跑了10几公里一样，满身大汗，偏偏机甲基本上没怎么动过。几十个学生一个个上去实操，从一大早到晚上，能让机甲动一动的人寥寥无几，而这寥寥无几的人基本上都是每次测试的前几名，等级在 B 级以上，
有可能冲 A 级的学生，108429上来。李皮目光落在最后一个学生身上，魏三上前一步，快速爬进机甲舱。底下学生这时候都打起精神，睁大眼睛，准备看魏三能控制机甲到什么程度。虽然前几年魏三成绩一般，但去年一年表现出色，连隔壁班的泰无德都能压着打，很难不让人期待。据说泰无德第一次实操的时候，控制机甲在操场走一圈，他这么变态，毕竟感知是 A 级，在操控 B 级机甲上有等级优势，魏三应该比泰无德要强，那肯定。魏三坐在驾驶座上，戴好头盔，两边太阳穴顿时能感受到电流穿过，他扫过面前的操控板，刚才里皮说的每个按键作用都熟记在心，他试探按了一遍，机甲偶尔会张开手臂转化成刀刺或炮弹筒，这些动作并不稀奇，前面的同学都试了一遍。魏三闭了闭眼，脑中在分解这个机甲的构造，有些东西他不太能想明白，如果能拆了这架机甲就好了。魏三遗憾地睁开眼睛，随后试图控制机甲往前走。哎，动了！眼尖的学生指着机甲的一只脚激动道，魏三果然厉害。里皮见状，脸上立刻带起笑容，然而下一秒笑就僵在脸上。砰！魏三连人带机甲倒在地上了，场内一片寂静，所有人。过后，终于有人出声，哈哈，这动作幅度比所有人都大，应该是很厉害的意思。其他人，魏吹大可不必。里皮皱眉，强制打开驾驶舱，就看见魏三倒在里面，没有一点动静。魏三啊！魏三迷迷糊糊中听见有人喊自己，下意识回道：“你先出来。”里皮脸色沉得难看，见到魏三这样，他心中不免有个不好的猜测。他带了这么多学生，不是没见过感知低但身体素质强的人，但魏三，他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魏三昏昏沉沉爬出来，扭头看着倒地的机甲，回头对里皮道：“老师，抱歉，你怎么回事？”里皮问。魏三摸了摸刚才撞到的头，又摸了摸肚子，有点饿了。今天第一次实操课，从大早上到晚上，所有人都津津有味看着试练，连厕所都舍不得去上，更别提去吃饭。里皮，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转身看着其他学生，都去吃饭，吃完饭还想过来看魏三操作的人就过来。说完，里皮扯着魏三往外走，带着魏三进了一家饭店，里皮喊了一桌子菜。老师，买营养液方便还便宜。魏三不太情愿道，况且这一桌子菜的价格够师娘做好几顿。废话这么多。里皮心中几个猜测来回跳动，他看着魏三严肃道，吃饱饭，待会再去试试。哦，一大桌子菜上来后，里皮基本没有动过，只说，你吃得下全吃了。魏三没有多想，尽情吃饭，把桌上的饭菜一扫而光后，满意的打了一个饱嗝。里皮和魏三回到训练场中，所有学生早已经到齐了，都想再看看魏三操控机甲。魏三吃饱饭，头也不晕眼也不花了，重新进入机甲舱内，控制机甲起身。哦，在场学生不由齐声喊了起来，这已经不是控制机甲动的问题，而是刚才机甲起身，先是双臂撑在地上做支点，随后下腿跪在地上慢慢起来，做出这一系列动作需要的是平衡，这就是天赋，这就是感知高低区别。魏三绝对是 A 级。里皮看着开始走动的机甲，面色复杂。10分钟后，魏三从里面出来，同学们立刻围上来，恭喜的恭喜，问技巧的问技巧。魏三回了几个，被里皮喊停了。今天是第一次实操，所以每个人都来了，但下周班内的学生会分批次上实操课，这样每个人操作时间都能延长。好了，都先回家。学生散了之后，里皮拍了拍旁边等着的魏三，走了。回去洗漱之后，魏三正准备睡觉，被里皮喊住，他欲言又止看着魏三，老师，魏三，我觉得你以后说不定可以在武大军校取得成绩。里皮说这话时，目光有些复杂，他一直都期待魏三能够进去武大军校，但也仅此而已。武大军校对任何一个普通人而言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能进去已经是天大的荣幸，更不用说里面有多少能人。魏三理所当然道，老师，你放心，如果我进了武大军校，一定会拿好成绩。魏三作为一个研究员，最大的特点便是认真后会一直坚定不移努力。里皮失笑，是他低估了魏三的信心。老师，我曾经有幸近距离见过一次武大军校的学生比赛，那些人，里皮摇了摇头，天之骄子这个词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魏三撇嘴，我也是天之骄子，不过是天生地养还捡垃圾的骄子。里皮，行了，你厉害，早点睡觉。等魏三关上门休息，里皮回卧室和妻子说悄悄话，以后饭菜多做点，我怀疑魏三一直都没怎么吃饱。小魏没吃饱？师娘从床上坐起来，怎么回事？里皮叹气，我看他身体一直没跟上营养，今天机甲实操，刚上去人就晕了，
吃饱了饭才动得了。第一次脑部介入机甲控制器会消耗大量精神感知，所以基本不存在越级控制机甲的可能，因为人一上去就会发生像魏三今天晕倒的情况，严重的还会伤到神智。这也是为什么里皮当时见到魏三倒地，一下子脸色变得难看，他以为魏三感知过低，现在看来分明是身体功能不足。师娘心疼道，难怪小魏这么瘦，他也不告诉我，他平时饭量大，你我都没想到。魏三不知道他们谈论了什么，但从第二天开始，每顿饭菜的量明显多了起来，师娘还经常塞东西让他带着身边吃，再加上泰无德隔三差五的上供，不对，是请他帮忙消灭罪孽。所以在毕业这一年，魏三过得有滋有味，头晕眼花的频率开始减少，身上都长了点肉，总算看着和正常少年差不多，没那么瘦的吓人。你昨天那个动作怎么做到的？泰无德将一盒蛋糕推过去，讨好看着魏三。他问的是昨天魏三控制机甲在 A4 纸上剪出一朵花的操作。3212学院的 B 级机甲很一般，型号老旧，因为穷，学校也出不起能源，让学生练习攻击招式，何况大部分学生连操控机甲都操控不太好。泰无德原先自己就有一架机甲，虽只是观赏型机甲，但有了经验，再加上又是 A 级感知，机甲的跑跳动作都能完成很好。前不久，他还控制机甲跳了支舞，那关节律动，连老师都惊了，这控制机甲的精细程度，学院里没有老师能做到，毕竟3212学院还没有 A 级感知的老师。但要在 A4 纸上剪花这操作，泰无德做不到，机甲手太大，纸又太薄，就那样做呗。魏三咬了一口蛋糕，控制手指，再保持平衡。泰无德闻言从后面又掏出一盒吃食放在魏三面前，魏三打开看了看，满意的合上盒子，行，下节课教你。只剩下最后一个学期，各班最顶尖的学生全部被挑出来，重新组了一个实操班，他们单独用一台机甲。魏三现在算和泰无德一个班，还有几个月就要测感知，你紧张吗？泰无德问魏三。有点。魏三对这件事的了解仅仅有个大概。泰无德想了想认真道，你比我强，还能这么快控制战斗型机甲，肯定是 A 级。大概。第二天，魏三进机甲舱后，把光脑打开录像，让外面的泰无德看清楚自己的动作。操控板复杂，各种按键组合需要自己摸索，他比其他人更了解机甲运作，所以学东西会更快。看清楚了？魏三下来后问。看清了。泰无德没急着上去，反而扯着魏三手臂，我们应该练机甲对抗。魏三瞥了眼他的手，等泰无德松开后才道，对抗意味着起码要2台机甲，我们只有1台轮流训练的机甲。泰无德点头，我知道，你能把我家那台机甲改一改，拿到学校来训练对抗吗？魏三啧了一声，你这么看得起我？泰无德心一横，只要你能做到，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泰无德大伯生活在大兴上，经常和他爸通讯时炫耀自己孩子，今天学校又有什么训练之类的话。他以前烦，后来觉得能从大伯口中得到一些消息也不错。他家在3212星还算有钱，但也只是在3212星上而已，就连转到大兴上学都做不到。要在稍微大一点的星球上学，首先得支付一大笔钱才可以落居，后面还有一系列巨额费用，泰无德只能留在3212星。现在面临毕业，泰无德是一定会去5大军校的，但很多大兴上学校的课程他都没有学过，他父母都着急得很。如果要完全改造，我需要拆一架机甲。魏三用下巴点了点面前的机甲，拆机甲？泰无德结结巴巴问，他明明是要魏三改造出这样的机甲，他现在居然说要拆一架这个机甲，拆了我再装回去，保证不损坏机甲。作为一个前顶级工程师，将拆卸的东西完好无损装回去是基本职业素养。泰无德盯着前面的机甲挣扎半晌，最后咬牙道，我试试，尽量争取学校同意。第9章，事情比泰无德想象中要容易。校方一开始听见要借一台机甲给学生拆，自然一口回绝，说绝不可能，就这么几台机甲，学校都要紧巴巴用着，怎么可能舍得借？后来泰无德请他爸一起去学校，说要把家中那台机甲捐出来，但那是台观赏型机甲，所以才想要拆开学校一架机甲学习，然后改造成一样的战斗型机甲。学校犹豫了，如果真改造成功，那3212学院就多了一架机甲，只是如果没改造成功，甚至拆坏了学校里一架机甲，又得不偿失。校方犹豫过后，提出另一个方案，同意借出一台机甲，但拆机甲和改造机甲的人要换成学校老师。泰无德不同意，学校哪个老师可以把观赏型机甲改造成战斗型机甲？他刚才只说把机甲带回去，让他家请来的机甲师改造，没说这个人是魏三。最后校方折中，虽同意交给泰无德，
但学校会派老师当助手。校方鸡贼得很，一来老师可以在旁边帮忙，以防出问题；二来如果泰家那个机甲师真有这个本事，老师在旁边说不定可以学到什么。泰无德兴匆匆在光脑上联系魏三，说自己已经搞到学校的机甲。两人一合计，决定每天晚上作业。机甲运到泰家的当晚，魏三就把学校机甲给拆了，而旁边来当助手的两个老师见到魏三，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望着魏三熟练的拆卸动作，有个老师犹豫问道：“你不是 B 字班的学生吗？”魏三点头说是，手下的动作半点没慢，他小心翼翼将几个主部件拿出来，果然比观赏型机甲的复杂许多，甚至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原本以为很快就能改造出来，不过现在看来至少需要1个月才能做好。战斗型机甲的引擎市面上很难买到，有也是天价，改造基本不可能。另一个老师看着魏三把那些零件拆出来道。魏三正好抱起引擎往旁边桌子走去，闻言回道：“不买，我看能不能做出来。”两位老师互相对视一眼，脸上都是掩盖不住的失望和嘲意。原本见这个学生动作熟练，说不定真懂什么，现在一听这话，显然他压根就不了解机甲，引擎是那么好做出来的吗？魏三不知道，也不在乎两个老师在想什么，他连夜拆卸学校机甲，任何能拆的地方都没放过，几米高的机甲变成一堆一堆的零件。我给你一张采购清单，上面的东西全部买过来。魏三写了1小时，把所有要的零件全部写在上面，递给泰无德。泰无德伸手接过来，吓一跳，这他妈一张清单2米长，不得买到倾家荡产。他再仔细一看，心下又卧槽了一声，这清单上每一个零件，小到螺丝，大到金属关节，每一项后面都标注了购买地址和价格。魏三是变态吗？泰无德把清单捞起来，看着最后面的价格总计，不由咦了一声，全部的价格居然只有200万新币，而且里面有10克油金，意味着这么多零件只要100万新币。200万新币当然多，尤其在3212星上，但如果真能改造出来一架战斗型机甲，那这些钱简直是毛毛细雨。今天先到这里，你这2天把清单上的材料买齐。魏三指了指一堆堆零件，这里不要乱碰。好。回去后，魏三和里皮打招呼，说接下来1个月晚上他不一定会回来。里皮上下打量他，你真能改造机甲？校方现在还不知道，但明天一早绝对能知道改造机甲的人是魏三。我把学校运过来的机甲拆了。魏三接过师娘递过来的热乎汤喝了一口，还行，就引擎难做了点，1个月应该就能改造好。学院老师都做不到的事，你说起来跟吃饭一样简单。里皮嫌弃他吹牛皮，喝完赶紧睡觉。魏三不置可否，对这件事上他还真和吃饭喝水一样简单，不过他对这个世界的机甲确实还有很多不懂，像刚才拆引擎的时候，便有很多结构不懂原理，到时候只能照猫画虎了。此后，魏三白天上课，晚上去泰无德家中改造机甲，有时候从晚上熬到白天上课，连泰无德都佩服他的毅力。最受煎熬的是校方，从得知改造机甲的人是个 B 字班的学生后，当时就后悔了，每过一天都是煎熬，生怕有天听见机甲回不来，被搞坏了。不过幸好魏三在后面先把学校那台机甲装好，完整送了回来。校方立刻要 A 班的老师们检查这台机甲，看看有没有什么损坏。A 班老师还在确认机甲数据中， B 班老师上去试完出来，个个脸色奇怪。感觉你也这么觉得？对，校方代表一听，心肝都在颤。怎么了？哪坏了？其中有位老师开口，比以前更好操作。校方，其他 B 班老师也一起点头，确实是更灵活了。这时候 A 字班的老师看着手中汇集的数据屏，攻击性怎么变强了这么多？校方代表咽了咽口水，什么意思？李老师，麻烦你上去再试试机甲的攻击能力。A 字班老师喊了一声，里皮跳上机甲舱，进去重新试了试，一拳打在训练场中竖起的钢板上，顿时凹出一个坑。老师们眼露惊色，这钢板是特制的，刚采购没几年，原先机甲压根不能对钢板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最多留下浅浅的痕迹。里皮试了几项便出来，除了灵活，和以前没太大区别。A 字班的老师讨论了半天，没得出结果，最后打电话让那2个当助手的老师过来，想问一下怎么回事。2个老师赶过来，一脸懵，机甲是我们看着魏三装起来，他没对机甲做什么呀？这机甲攻击数据变强了，你看那块钢板。助手老师看着那几个拳头坑愣住，魏三买来的材料全部用到另外一台机甲上了，这台机甲没加任何东西，要不把魏三喊过来问问？校方提建议道。里皮拒绝，他在上课，有什么放学后发个消息问一问就行。最后校方派老师发消息去问，一大通问题发过去，魏三简便回复，没做什么，
手肘和臂骨关节稍微改了点，攻击力应该增强不了多少。这下机甲也回来了，攻击力还增强了，校方彻底安心，甚至还想让魏三帮忙把学校其他机甲也改一改。魏三之说先把泰晤德那台机甲改造完，后面再改学校的机甲。1个月后，泰晤德那台机甲真被成功改造成和学校那架机甲差不多的战斗型机甲，又花了2天时间，把学校其他几架机甲改了改手臂关节。也不能说完全一样，你这台和真正的 B 级机甲还有差距，不过练习还是可以的。魏三意兴阑珊道，改造是改造出来了，但还有很多他不懂的原理，能练习就行。还有几个月我们就要测试感知毕业了，到时候去武大军校，据说他们会发机甲。泰晤德憧憬道，发机甲？魏三第一次听说这事，武大军校这么有钱。泰晤德点头，我听我大伯说的，只要进了武大军校，学校会给每个学生发一台机甲，特别有钱。魏三突然开始期待那一天了。现在校内能操控机甲跑跳的学生都已经开始训练机甲对抗，其实就是2个机甲打架。泰晤德那架机甲被正式征用。打架这件事，魏三还是来到这个世界才开始学的，他个人认为自己打架一般。事实上，但凡看过后期魏三打架的学生，没一个不怕的，他打起来压根不要命，现在换上机甲，顾及着机甲质量一般，动手才有所收敛。魏三，你妈的，有本事别跑！泰晤德气急败坏的在机甲通讯频道大喊，这王八羔子玩机甲对抗完全看心情，心情不错就近身战一场，有时候抽风就开始满场转圈，不让对手碰，完全不讲究对战风格。你有本事追上我！魏三在频道回道，输了请我吃烤串。机甲控制和头部连接需要用到感知，泰晤德跟着魏三跑长了时间，头都开始晕，他喘着气，手速不停。你停下，我们好好打一场，无论输赢，我请你吃遍一条街。魏三啧了一声，你什么时候赢过？爸爸今天不想流汗。泰晤德，妈的，欺负人！到最后训练时间到了，泰晤德也没追上魏三，反倒是出来的时候，差点撞上训练场的障碍物。A 级感知的学生，到了这个时候，老师基本教不了什么。里皮作为一个曾经差点进去军区的人，近身技巧在3212学院中数一数二，但现在几个学生都学得差不多。后面2个月，B 字各班几个拔尖的学生都处于放养状态。等到测试感知的那一天到来时，不少家长都在校外等，希望能听到好消息。所有人按照当年开学排的队伍站好，一共10个班，即10支队伍，只不过9年前，每一支队伍都有数百人，如今大部分班级只有几十人。泰晤德在 B1 班，站在第1个位置，待会他就是第1个进去测感知的人，不过他并不紧张，毕竟早已经提前知道结果。B11080001号，听到叫自己学号，泰晤德昂首走进去，大概过了5分钟便出来，脸上很平静。A 级，在他回到自己位置后，一道声音响彻整个学校，底下学生顿时发出感叹，虽然早已经知道，但真正得到确认泰晤德能去武大军校后，他们依然忍不住羡慕。B11080002号，A 级，在第2位学生进去测试，也是 A 级后，整个操场都沸腾了，所有人都在幻想自己就是下一个 A 级。然而接下来，现实却让所有人的侥幸消失，渐渐冷静下来。B 级、B 级、C 级，连续测完2个班，再没有人是 A 级。B310858号，A 级，3个了，这3个人每年训练成绩全部都排在前3。时间在一点一滴过去，轮到 B5 班，一个又一个人进去，得到的是一个接一个的 B 级，终于到了这班最后一个 B510849号，魏三抬眼，轮到他了。第10章，走过临时通道，魏三一进门便看见4个老师神情严肃站在里面，在机器旁边的另外2个人面生得很，应该是从大兴过来监测的老师。站上来，魏三还在打量那台能测量感知的机器，旁边的老师有点不耐烦喊。学校大部分老师都认识魏三，站在机器外围，一位老师宽慰道，魏三你直接站上来，不用想太多。魏三点了点头，走进机器，站上平台，看着面前的黑色机器屏幕，中间有些类似大型温度计形状，有刻度，标注着各个等级，周围全是橙色的光点。在他站上去后，顶部立刻降下一个头盔状的东西，罩在魏三脑袋上。如果没这东西和对面的机器，他站在这有点像原来世界的人做胸透。魏三漫无目的的想，他一派轻松，旁边3212学院的2个老师紧紧盯着机器屏幕，脸都白了。那些橙色光点没半点反应。监测老师皱眉，你下来，重新站上去。魏三稀里糊涂下来又站上去，屏幕上依然无动于衷。旁边学校老师急得小声提示，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光点上。
监测老师听见后，不由警告地看了一眼那位老师。魏三盯着面前屏幕上的光点，心想难道是要把这些光点控制进那个温度计形状的地方？异动之下，那些光点果然开始往温度计那边移。他余光看着学校老师，发现对方脸色稍微好看了一些。魏三继续控制那些橙色光点，温度计内的颜色越来越往上升，一直到顶部，停在 A 刻度上。行了，下来。监测老师打开机器，让魏三下去。魏三，哦，就这。魏三，恭喜。学校2个老师脸上都带着笑道。谢谢老师。魏三刚出来，还未走到队伍，背后传来一道声音 ：A 级。远处的泰吾德转身对着魏三狂挥手，很高兴的样子。今天是测试感知，也是毕业的日子，以后不用再来学校了。等级一出，后面在官网上填志愿就可以。10个班测试完感知，也已经到了傍晚，大部分人对自己的等级心中有数，少部分人比较难以接受事实，整个操场上悲喜哭笑都有。3212学院这一届 A 级的学生只有6个人，这还是多的一届，校方已经高兴的不成样子了。队伍一散，泰吾德就跑过来，魏三，恭喜，恭喜。魏三同样回复了一句，今天高兴，我请你吃大餐。泰吾德显摆自己光脑上的余额，有免费的大餐，魏三当然不会拒绝，不过他还有件事问泰吾德，你2次测试感知都有什么感觉？感觉？泰吾德认真想了想，禁锢，被照着头能没有禁锢的感觉？魏三觉得泰吾德说了句废话，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脑袋被禁锢。泰吾德解释，我当初去大兴上检测，那边人说我们这个年纪不会控制感知，感知会散出来，检测仪捕捉这些散出来的这些感知来测试，所以那个时候会觉得有一种别扭的禁锢感，完全没有这些感觉的魏三。对了，你要去哪个军校？我打算去帝国军校。泰吾德憧憬道，帝国军校是5大军校最强的。魏三犹豫问道，5大军校都有哪5大？泰吾德说到底，魏三还保留着原来世界研究员的作风，想了解的事会拼命收集资料，比如机甲，可惜星网也没多少资料，他前2年就已经不大看星网了，至于其他的事，只要不影响生活，则完全忽略。泰吾德确定魏三不是在耍他后，才道5大军校分别是首都星的帝国军校、白矮星的塞缪尔军校、凡寒星的平通院、南帕西星的南帕西军校和沙都星的达摩克利斯军校。平通院，对，这个军校比较特别，里面纯血东方人特别多，据说这些纯血东方人从小就会练习一种特别的吐息方式，所以感知和其他人不一样。泰吾德唠嗑起这些事，那叫一个精神十足。南帕西女孩子特别多，据说每个军校都不太敢惹南帕西军校的学生，因为你不知道里面哪个人是未来大佬的老婆或者老婆亲戚朋友。魏三对这种八卦没兴趣，南帕西军校实力怎么样？泰吾德仔细想了想，能被称为5大军校之一，里面学生实力当然没有弱的，不过在5大军校排行中只能算一般，最强的是帝国军校，其次平通院，其他的各有各的优势。2人走进餐厅，魏三毫不客气点了一堆，不如你和我一起去帝国军校。泰吾德期待道，他到底也只是一个少年，离开家乡去陌生军校，多个伴心里总有些安慰。再说，魏三打算先了解了解5大军校后再决定。行，先吃东西。一回去，魏三就见到李皮在客厅等着。老师，李皮让魏三坐过来，现在毕业之后该选学校了，老师不干涉，你自己多了解5大军校，看看喜欢哪个。知道。魏三点头。李皮笑了起来，你师娘温了点汤，待会饿了自己去厨房拿。魏三看着李皮走进卧室，他也回房，登上星网，开始查5大军校。第一个查得就是帝国军校，星网上有不少校内各种照片，魏三连续看了几张照片，便直接把帝国军校从心中 pass 掉，因为他没钱，帝国军校奢华的生活光从照片中都能看出来，还在首都星，无论哪个世界，首都消费都不会低，魏三连官网都懒得点开了。魏三对有很多纯血东方人的平通院有点好奇，这个世界混血应该占绝大多数，连3212这样一个无名星，走在路上，不同发色和同色的人极多，像泰吾德、李皮都是深眼哦。点开平通院官网，魏三下滑到学费，1年10万星币，这是抢钱吧？而且凡寒星离3212星极远。几番对比，魏三选中了达摩克利斯军校，这学校1年只要5万星币，而且提供免息贷款。最关键的是，达摩克利斯军校在沙都星，3212星离那里最近，来回星舰费用最低。报名那天，魏三刚向达摩克利斯军校发送完志愿表，泰吾德的通讯就打了过来。魏三，你报什么那一个军校？我准备去沙都星。泰吾德看着光目的魏三愣了愣，沙都星，达摩克利斯军校。
你怎么选这个？这所军校最差了。上次你还说其他军校各有各的优势。魏三无所谓道，志愿表已经发过去了。泰伍德摇头，说是那么说，达摩克利斯军校以前确实厉害，但近100年一直在衰弱，已经没什么厉害的人物出来，而且环境恶劣，沙都星有一半面积都是沙漠，压根住不了人，是吗？我记得注意事项上写了，志愿表有一次撤回的机会，魏三你后悔还来得及。魏三托腮，不撤，达摩克利斯100年没出厉害的人物，大概是在等我吧。泰伍德，魏三这么不要脸的人，真的很少见。两人东聊西扯，最后魏三也没打算改志愿表，他贷款申请都提交了，不可能撤退，除非他一夜暴富，有钱交学费。事实上，魏三还真一夜乍富了。吃完饭，里皮让魏三先留下，然后赚了一笔钱给他。老师没那么有钱，不过第1年的学费还出得起，以后发达了记得老师当提前投资。里皮轻松道，魏三没要，赚了回去，学费可以贷款，我不需要这么多钱，老师您留着，以后和师娘去那边看我。里皮带魏三这么多年，不可能不知道他脾性，只能作罢。那你到了军校出息一点，以后我和师娘过去看你，也有面子。知道，我一定做军校里最耀眼的人。魏三笑道，你别做最刺头的人，我就谢天谢地了。谁也不知道，这2句话都在日后应验了。达摩克利斯军校十分有人情味，贷款不光包括了学费，还有来回的兴建费用。魏三在假期挣得那点钱，准备留着去军校当生活费。新港口，魏三这边，泰伍德拖着大包小包朝他挥手，几点走？魏三只有一个小箱子，没带多少东西，里面除了几件衣服，全是师娘做的吃食，还有半个小时就飞了。泰伍德看着魏三，不知道以后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魏三瞥了他一眼，说的我们感情很好的样子。泰伍德一腔感情被堵得严严实实。这时候新港广播已经在播报去首都星的星舰，魏三和泰伍德道别后，也转身过安检，等待星舰到来。魏三上去的时候，十分没有出息的到处瞅，到处摸，这可是能穿越星球的星舰，他原来的世界可没这技术。不过星舰能看出来运行了很多年，有些地方都泛黄了。魏三坐在自己位置上，还能看到外面的太空，偶尔跳跃经过某颗大星附近星云，他贴在玻璃上，眼中掩盖不了惊艳。来到这个世界也不是没有好处，他也是穿越太空的人了。沙都星虽然离3212星最近，但即便坐星舰过去，也要花1整天的时间，中途还换了一次星舰，最后深夜魏三才抵达沙都星2号港口。